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生状态，明明事情已经开始了，关系也进入了，工作也接下来，合作也谈成了，可是你心里却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好像不是不能走，但就是走得不够光明正大，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但就是位置有点尴尬，不是一定会失败，但一开始的条件就不稳，所以后面越走越容易出问题。这就是易经第54卦雷泽归妹要告诉我们的人生处境。归妹这一卦，上卦是震，震为雷，代表行动、冲动、启动、惊动；下卦是兑，兑为泽，代表喜悦、情感、口舌、诱惑。雷在泽上，看起来是有动能、有感觉、有吸引力，可是问题就在于，这种行动常常不是经过完整安排之后才开始，而是被情绪、欲望、外在刺激推着走。所以归妹的核心不只是婚姻，不只是嫁娶，它真正谈的是，当一个人站在不正的位置，进入一段不完全合宜的关系，或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着投入，应该如何自处。卦辞说，归妹，争凶，无忧虑。这句话很重。归妹原本是指少女出嫁，但在古代礼法中，归妹不是正妻之嫁，而比较像是以次要、附属、不完全正位的方式进入一段关系。所以这里不是在批判女性，而是在提醒一种结构。如果你进入一件事情的方式本身就不是正位，不是明媒正娶，不是名正言顺，不是条件成熟，不是彼此平等，那你一旦还急着往前冲，争凶，就容易出问题。人生很多灾难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一开始站错位置。你可能明明很努力，可是你接了一个权责不清的工作，功劳别人拿，责任你来扛。你可能明明很真心，可是你进入一段暧昧不明的感情，对方不承诺却又不放手。你可能明明很想成功，可是你加入一个制度混乱的团队，名义上是合作，实际上却没有保障。你可能明明很想帮忙，可是你介入别人的家庭、金钱纠纷，最后反而变成被责怪的人。归妹告诉我们，位置不正，越积极越危险，关系不明，越投入越受伤，条件不成熟，越急着前进，越容易把自己推进凶局。所以卦辞说无忧虑，不是说这一卦完全没有希望，而是说在这种状态下不适合主动扩张，不适合贪快，不适合硬创。你要先停下来问自己，我现在的位置是什么？我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对等？这件事有没有清楚的名分？对方有没有真正承诺？我是不是只是被一时的喜悦、感情、诱惑、冲动牵着走？大象传说，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勇中之弊。泽上有雷，就是喜悦之上有震动，情感之上有冲动，欲望之上有行动。这种组合非常容易让人一时心动，一时答应，一时投入，一时以为自己抓到了机会。可是君子看见这个卦象，不是只看眼前的甜，不是只看当下的热，而是勇中之弊。什么叫勇中之弊？就是要从长远的结局去看现在隐藏的弊端。很多人做决定只看开头，感情刚开始很甜，所以忽略对方没有责任感；合作刚开始很热络，所以忽略合约不清楚；投资刚开始有获利，所以忽略风险很高；工作刚开始有舞台，所以忽略制度不完整。可是易经要你看的不是现在有多开心，而是这件事如果走到最后，会不会留下后患。归妹最深的智慧就是，不要被开始的心动骗了，要看结局的代价。如果一段感情不能公开，不能承诺，不能稳定，不能让你安心，你就要问，这段关系走到最后，会不会让我受伤？如果一份工作没有明确职责，没有合理报酬，没有制度保障，只有口头承诺，你就要问，这份工作走到最后，会不会让我背锅？如果一个合作充满热情，却没有白纸黑字，没有利益分配，没有退出机制，你就要问，这个合作走到最后，会不会反目成仇？
归妹不是叫你不要爱、不要合作、不要行动，而是叫你在投入之前，先看清楚位置与后果。初九爻说：归妹以地，跛能履，征吉。这一爻很有意思，以地就是以陪嫁次位的身份而归，不是正位。跛能履就是脚有缺陷，但还能走路。这代表一个人虽然位置不高，条件不全，甚至一开始不是主角，但如果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不逞强，不争功，不妄动，反而可以走出吉象。在人生中，初九像是你刚进一个团队，还不是核心人物，刚开始一段关系还没有完全稳定，刚接触一个领域能力还不完整，刚加入一个计划资源还不足。这时候最大的忌讳就是明明还没站稳，却急着证明自己，明明只是配角，却想立刻抢主角的位置。这一爻给我们的建议是，当你条件还不完整的时候，不要怕慢，不要怕位置低，先把自己能走的路走稳。跛能履不是说你完美，而是说你虽有不足，但知道分寸，所以仍然可以前进。如果你现在在职场是新人，不要急着挑战所有人，先把基本功做好。如果你在感情中还没有得到明确承诺，不要一开始就全盘交付，先观察对方行动。如果你在合作里不是主导者，就先把自己的责任范围做好，不要越界，也不要幻想自己能控制全局。初九的吉不来自位置尊贵，而来自自知之明。九二爻说：渺能视，立幽人之真。渺是一只眼睛看不清，能视就是虽然视野有限，但仍能看见。幽人之真是像隐居者一样守住内在的正道。这一爻说的是，当外在局面不够明朗，资讯不完整，情势不透明时，不要急着表态，不要急着追逐热闹，而要保持安静，守正，观察。人生中很多归妹的困境都不是你完全不知道有问题，而是你其实隐约看到了，只是不愿意承认。你看见对方说话前后不一，但你告诉自己可能是误会。你看见公司制度混乱，但你告诉自己也许以后会改善。你看见合作伙伴不太可靠，但你告诉自己先做看看。你看见投资风险很高，但你告诉自己别人都赚到了。九二提醒你，看不清楚时，不要用幻想捕捉真相。立幽人之真，就是在不明朗的时候保持清醒与原则。不要因为别人催你，你就急着答应；不要因为对方甜言蜜语，你就放下底线；不要因为一点利益，你就违背良心；不要因为害怕失去，就接受不合理的位置。如果你现在处在暧昧不明的关系，九二告诉你，先不要急着逼答案，也不要急着投入全部，先看对方是否有稳定行动。如果你处在资讯不足的工作或合作，先把风险问清楚，学见写清楚，责任分清楚。看不清楚时，守住自己就是最好的前进。六三爻说：归妹以虚，反归以地。虚有等待、停留、被搁置的意思。这一爻的画面是，本来想以较好的位置进入，结果等不到正位，最后反而退回次位。他提醒我们，如果你把人生压在别人的安排上，等待对方给你名分，给你承诺，给你位置，最后可能等来的不是升格，而是降格。这一爻很像很多感情里的等待。有人一直说再等等，等我忙完，等我稳定，等我处理好，等我准备好。你以为自己在等待一个正式的位置，可是等到最后，对方还是没有真正给你承诺。也像职场里，上司说你好好做，以后会升你，结果做了很久，升迁没有你，责任却一直加在你身上。也像合作里，对方说未来利益共享，但一开始不愿意讲清楚，等到成果出来，你才发现自己只是被利用。六三的建议很清楚，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完全交给别人的承诺来决定。可以等待，但等待要有期限；可以相信，但相信要看行动；可以付出，但付出要有界限。当一件事一直让你停在不明不白的位置，你就要重新评估，我是在等待成熟，还是在拖延觉醒？
我是在守候机会，还是在消耗自己？我是在被尊重，还是在被摆着？63不是叫你立刻翻脸，而是叫你不要自欺。当对方长期不给答案，当环境长期不给正位，当你长期被搁置，你要有能力转身，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四爻说，归妹迁期，迟归有时。迁期就是错过了原本的时间，延迟了；迟归有时就是虽然晚了，但仍然有它适合的时机。这一爻与前面不同，它不是凶，而是一种成熟的等待。它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不急着进入，反而比较好；有些关系不急着定下来，反而能看清楚；有些机会不急着抓住，反而能避开错误。人生有一种智慧，叫做宁可晚一点，也不要错一生。感情中，不要因为年纪到了，别人催了，害怕孤单，就匆忙进入不适合的关系。工作中，不要因为急着求成，就接下不合理的职位。投资中，不要因为怕错过就追高进场；合作中，不要因为对方现在很热情就忽略基本条件。四爻提醒你，真正属于你的不怕晚，不适合你的越早得到越早受伤。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比别人慢，别人结婚了、升迁了、买房了、创业了，而你还在路上，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归妹四爻告诉你，迟归有时，慢不一定是错过，慢有时是在等你变成熟，等局势变清楚，等你遇到更合适的位置。但这里的等待不是逃避，而是有意识的准备。你不是原地空等，而是在等的过程中让自己更清醒，更有能力，更知道自己要什么。当时机真正来临，你不是被推着走，而是自己选择走进去。65爻说，地以归妹，其君之妹不如其地之妹良，月己旺，吉。这一爻非常深，地以归妹是高贵之家的嫁妹，可是爻辞说，正位者的衣袖反而不如陪嫁者的衣袖华美。月己旺是月亮接近圆满，但还没有满，这代表一种真正高明的处世智慧。越是在尊贵的位置，越不需要靠外在华丽证明自己，越接近圆满，越要懂得收敛。65是归妹卦中很好的爻，因为它让不正的结构中出现了端正的德性。它告诉我们，真正能化解尴尬位置的人，不是靠争，不是靠炫耀，不是靠压过别人，而是靠谦逊、内在品质与恰到好处。在感情中，这代表不要用占有、比较、炫耀来证明自己被爱。真正稳定的关系，不需要天天昭告天下，也不需要把别人踩下去。在职场中，这代表真正有实力的人，不一定穿得最华丽，说得最大声，最会抢功，而是能在关键时刻承担责任。在合作中，这代表即使你有资源、有地位，也不要用姿态压人，反而要用谦和让局面稳定。月己旺，吉也是一个重要提醒。月亮快圆了，但还没全满，因为全满之后就会开始亏。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把话说满，把事做绝，把气势推到最高，而是懂得保留一点余地。如果你现在处在优势，65告诉你不要骄傲；如果你现在有选择权，不要轻视别人；如果你现在即将成功，不要得意忘形；如果你现在关系稳定，不要用任性破坏它。真正的吉，不是赢过所有人，而是让自己的位置稳，德行正，姿态柔。上6爻说，女成筐无实，士归阳无血，无忧虑。这是归妹卦最后的警告。女子捧着筐子，里面却没有东西；男子杀羊祭祀，却没有血。外在形式都有了，内在实质却是空的。这就是有名无实，有理无诚，有关系无承诺，有合作无信任，有职位无权利，有仪式无真心。这一爻非常适合提醒现代人，很多事情看起来很像真的，但其实里面是空的。
看起来像感情却没有责任，看起来像婚姻却没有尊重，看起来像合作却没有诚信，看起来像职位却没有实权，看起来像投资却没有真正价值，看起来像朋友却只在有利益时出现。上六说无忧利，因为当一件事只剩形式没有实质，再怎么继续都不会有真正的利益。你不能靠空的承诺过日子，不能靠表面的关系取暖，不能靠虚假的繁荣安心，不能靠没有内容的名分欺骗自己。如果你发现一段关系只剩形式，请回到真实沟通。如果你发现一份工作只有头衔没有权责，请重新谈清楚。如果你发现一个合作只有口号没有制度，请停止盲目投入。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人生只是在表演给别人看，请立刻把注意力收回来，问自己，我真正拥有的是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是不是正在用外表掩盖内在的空？雷泽归妹整卦最核心的主题就是不要在错的位置上期待对的结果。很多人痛苦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他努力的方向一开始就建立在不稳的结构上。你在一段不被尊重的关系里努力讨好，最后只会更委屈。你在一个权责不清的工作里努力承担，最后只会更疲惫。你在一个没有诚信的合作里努力付出，最后只会更失望。你在一个不属于你的舞台上努力表演，最后只会越来越不像自己。闺妹要我们学会3件事。第一，先正其位。任何关系、工作、合作、承诺，都要先问位置是否清楚。你是伴侣还是备胎？你是合伙人还是免费劳工？你是负责人还是背锅的人？你是被尊重的个体还是被利用的工具？位置不清楚，不要急着投入。第二，先看其中。不要只看开始的甜，要看最后的代价。不要只看对方现在说什么，要看他长期做什么。不要只看眼前有没有利益，要看未来会不会留下后患。君子以永中之弊，就是用长远结局看清现在弊端。第三，守住其德。当你站在尴尬的位置，最重要的不是抱怨命运，而是不要失去自己的原则。位置低时不卑不亢，看不清时守正不躁，被等待时设定界限，时机未到时耐心准备，接近成功时保持谦逊，只剩空壳时勇敢面对真相。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一段暧昧关系里，闺妹提醒你，不要用幻想替对方承诺。真正重视你的人会让你的位置越来越清楚，而不是越来越委屈。如果你现在正在职场中感到不公平，闺妹提醒你，不要只问自己够不够努力，也要问制度是否合理，权责是否清楚，付出是否被看见。如果你现在正在谈合作，闺妹提醒你，不要只相信热情与口头承诺，该写下来的就写下来，该谈清楚的就谈清楚。真正好的合作不怕透明。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比别人慢，闺妹也提醒你，不要因为焦虑而随便把自己交出去。迟归有时，真正适合你的道路不会要求你牺牲尊严才能进入。如果你现在已经发现某件事情有名无实，闺妹最后提醒你，不要再用表面安慰自己，空的筐子装不出果实，无血的祭祀换不来祝福。你需要的不是更努力演下去，而是回到真实，重新选择。雷泽闺妹不是一卦简单的凶卦，它是一卦非常清醒的人生提醒。它告诉我们，人生最怕的不是晚，最怕的是急着进入错的位置。最怕的不是一开始条件不完美，最怕的是明明知道不正还硬要往前冲。最怕的不是没有名分，最怕的是用幻想把没有名分包装成深情。最怕的不是没有机会，最怕的是把陷阱误认为机会。真正成熟的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行动之前先看清楚。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是永远不爱、不信、不投入，而是知道什么值得投入，什么要保持距离，什么可以等待，什么必须离开。闺妹教我们，在心动时保持清醒，在诱惑中守住底线，在尴尬的位置里不失去尊严，
在不成熟的条件里不急着赌上人生。愿我们都能在闺妹这一卦里学会，不被一时的喜悦牵走，不被短暂的承诺迷惑，不在错的位置上委屈自己，也不把没有实质的形式当成人生的依靠。当你能看见结局，守住原则，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很多原本看似凶险的局就会开始出现转圜的空间。最后也想问问你，雷泽闺妹让你想到人生中的哪一种处境？是感情里的暧昧不明，是职场里的权责不清，还是合作中那些看似有机会，其实暗藏问题的关系？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也许你的故事正好能帮助另一个正在同样处境里的人看清楚自己该往哪里走。